宇宙中散落着无数天体，它们或微弱暗淡，或耀眼的仿佛能穿透灵魂，在无尽的黑暗中以自己的方式闪烁。为了让我们真正看见这些光芒之间的差异，我想带你踏上一段独特的宇宙旅程。今天，我们将在浩瀚的宇宙的奇妙画面中，离开太阳系，前往那些遥远而神秘的星云与星系，聆听光的诞生与消逝。那么，现在，请系好心中的安全带，让我们从夜话 FM1989 出发，跟老布一起进入那片亮得让人无法入睡的宇宙深空。M45 昴宿星团也被称为昴星团，它距离地球约440光年，直径约为700光年，是一个开放星团。星团是由同一片由物质云、分子云形成的区域中几乎同时诞生的恒星集群。如果把肉眼看不见的暗星也计算在内，数量超过1000颗。这些恒星从诞生至今只有6000万年至1亿年左右，属于非常年轻的恒星群。因为温度极高，呈现出蓝白色光辉，它们会将周围碰巧经过的星际气体照亮，使其泛起淡淡的蓝色光晕。M27 哑铃星云，它距离地球1200光年，直径约2.8光年。因为恒星质量不足以发生超新星爆炸，因此以缓慢释放外层气体的方式形成了现在的形态。这种天体被归类为行星状星云，在其中心有一颗已经结束气体释放的恒星残骸白矮星。白矮星表面温度约达10万度，会持续释放强烈的紫外线，周围的气体吸收紫外线后被电离，再重新发光。也就是说，行星状星云的光辉就像宇宙中最大的霓虹灯招牌。这些星云的成分在不同区域几乎相同，颜色的差异主要来自气体所释放光线能量的强弱。M42 猎户座大星云，直径约24光年，是恒星正在诞生的现场。在猎户座大星云中心有一个名为四边形星团 Trapezium 的星群，其中的恒星都十分年轻，发光强烈，照亮周围物质，使其呈现蓝色光辉。部分区域是氢原子的电子受光刺激后发出的红光，蓝色区域则是光线的直接反射。附近蓝色星云与红光交错形成的渐变色彩极为动人。M97 猫头鹰星云，它距离地球约2000光年，直径约1.8光年。星云内部略暗的两个区域并列存在，看上去像一张猫头鹰的脸，因此得名。这同样属于行星状星云。其中心是年龄仅约8000年的刚诞生的白矮星，仍然炽热无比。由于其周围可供照亮的气体较少，因此亮度比其他星云更低。另一个行星状星云 M57 环状星云则是非常明亮的天体，距离地球约2600光年，直径约2.6光年。其光辉由氧产生的青绿色与氢产生的红色共同组成。中心有白矮星及其伴星。白矮星主要由碳和氧构成，越往外层元素越轻。除了可见光能看到的区域外，包括此处星云在内的结构，有一部分是由詹姆斯·梅伯太空望远镜的观测首次揭示的。另一颗行星状星云 NGC 6543也被称为猫眼星云，距离约3000光年，是已知结构最复杂的星云之一。其周围气体正是恒星在过去演化阶段中抛出的物质。星云中心是一颗沃尔夫拉叶型白矮星，白矮星周围的气体结构极为独特，但至今仍无法完全解释其形成机制。接着出现的是通体鲜红发光的 M8 焦湖星云，距离约5200光年。恒星从分子云中诞生时，其高温会使周围分子气体被电离，当这些原子重新复合时，就会发出明亮的光。具体颜色因元素不同而变化，但大多数星际气体以氢为主，因此常呈现鲜红色。M1 蟹状星云，距离约6500光年，直径约11光年，是超新星爆炸后残留的物质云。前往中心内部，其中存在一种称为脉冲星的中子星，会以脉冲方式释放强烈的射电波。虽然爆炸发生于1000多年前，但星云至今仍在持续膨胀，
速度达到每秒约1500公里，约为光速的0.5%。星云成分主要包括氦、氧、碳、氮、霓虹、硫等元素，各自所发出的光产生不同颜色，例如红色来自氢与氮，蓝色来自氧，绿色来自硫。距离突然拉到更远处，地球3.75万光年外的球状星团，其直径约175光年，是已知规模最大的球状星团之一。它包含约15万颗恒星，年龄约130亿年。宇宙诞生于约138亿年前，因此球状星团属于宇宙初期形成的极古老天体。我们飞出银河系，抵达大麦哲伦星云，距离16万光年，直径约3万光年。虽然被分类为不规则星系，但仍能看到棒状结构和螺旋结构的痕迹，其中气体与尘埃极为丰富，新恒星不断诞生。它包含约60个球状星团，400个行星状星云，700多个星团，以及数十万颗巨星与短寿命恒星。中心位置亦被怀疑存在超大质量黑洞。小麦哲伦星云距离约20万光年，直径约1.9万光年。其特点是氢和氦占比极高，重元素含量极低，组成与宇宙早期的环境极为相似。大小麦哲伦星云与银河系通过引力相互作用，形态因此变得扭曲。丰富的物质让它们内部充满多样天体，美得令人赞叹。距离250万光年处是肉眼可见的最遥远天体——仙女座星系，它与银河系相互吸引，加上大小麦哲伦星云等邻近星系，构成本星系群的核心。其直径约22万光年，规模宏大，气势惊人，仅恒星数量就约达1万亿颗。各类星云、星团共同让整个星系光芒璀璨。距离1900万光年处是 M64 黑眼星系，顾名思义，它外观神秘诡异。中心附近有一片明显的暗区，因尘埃与气体浓度特别高，使其看起来比其他星系更暗。最新观测显示，其内外层的旋转方向居然相反，原因尚未确定，可能源于两星系碰撞并合。在旋转方向切换的区域，气体被强烈压缩，大量年轻恒星正快速诞生。距离2500万光年的 M1 漩涡星系，直径约7万光年，是人类首次被分类为螺旋星系的天体。它旁边的小星系受到大星系引力强烈吸引，在连接区域形成被压缩的气体，进而诞生大量新星。M63 向日葵星系距离约2670万光年，直径约10万光年。虽然属于螺旋星系，但在可见光下却看不到明显的螺旋结构，而是呈现如羊毛般的纹理，因此英文中也被称为棉花星系。再往更远处，距离3000万光年的 M104 草帽星系，直径10万光年，属于结构非常特别的透镜星系，有巨大而明亮的中央凸起。从地球几乎横向观察时，外形就像牛仔帽，其中心存在超大质量黑洞，释放着惊人能量。宇宙中的每一道光，无论是恒星内部核聚变的火焰，还是星云因电离气体回到轨道时发出的荧光，亦或超新星爆炸后残骸在空间中散布的碎片，甚至黑洞边缘炽热的等离子体发出的最后一丝亮意，它们都是时间的信使，从极远的过去漂流至今。我们看到的许多星光，其实来自几千、几万，甚至几亿年前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仰望星空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现在，而是宇宙的回忆。而这些回忆会随着我们的继续前行，被一点一点解开。继续推向深空，我们来到超过1亿光年的尺度，在这里，星系不再像单独的岛屿，而是像群聚的群落，它们排列成网状、丝状、片状，形成被称为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庞大网络。这些结构的形成与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密切相关——暗物质。暗物质不发光，不吸收光，但它的质量占整个宇宙的85%。正是它们像无形的骨架一样束缚着星系，让星系不会在高速旋转中四散开来。
你可以把星系想象成一场在黑暗中旋转的舞蹈，而暗物质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托住了舞者的腰。如果没有暗物质，宇宙的星系将无法形成，恒星也不会聚集，行星不会诞生，地球和我们会成为永不可能发生的奇迹。离开星系团，再向更远的区域航行，我们开始感受到一种更深层次的宇宙力量，不是引力，而是与引力相反的存在——暗能量。暗能量是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反重力力量。在1998年，天文学家首次发现宇宙的膨胀速度不仅没有减慢，反而在不断加快，这颠覆了所有当时的宇宙模型。简单来说，宇宙正在以比我们预期更快的速度拉开自己，这也意味着未来的遥远星系会逐渐超出我们能够观测的范围。它们的光将被宇宙膨胀不断拉长，波长变得越来越红，最终淡出视野，像一封无法投递到达的信件，永远遗落在时间的彼岸。我们继续往前飞，越过20亿、30亿光年的距离，我们开始看到年轻宇宙的影子。这些遥远星系常常呈现蓝色，因为它们正在快速形成恒星。在这些遥远的星系中，恒星的形成速度比现在的银河系大10倍以上。那是一段宇宙的黄金时代，被称为宇宙正午。在那个时期，宇宙年轻，富有气体，充满活力，恒星像雨点一样在星系中不断点亮，照亮宇宙早期最蓬勃的时代。而在那之前，还有更古老的光被静静保存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。这是宇宙诞生后约38万年留下的余晖。当时宇宙还像一锅浓汤一样，充满高温的等离子体。随着温度下降，电子与质子结合成中性氢，光第一次得以自由传播。那道光就是宇宙的第一声呼吸。如今它被拉伸成微波，温度仅 2.725K， 几乎贴近绝对0度，但它记录着宇宙最初的波纹，如同开天辟地的泥印。在它之上，我们看见了宇宙之所以存在如今结构的原因。继续飞行，我们进入距离地球超过100亿光年的区域，这里的光来自宇宙刚刚诞生后的几亿年。星系更为紧致，质量集中，形状混乱，就像宇宙旷野上尚未雕琢的石块。这些早期星系的形成与暗物质引力井紧密相关。暗物质堆积形成了引力洼地，气体流入其中，冷却、凝结，最终点亮恒星。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，也是宇宙能变得如此丰富的原因。当我们抵达距离超过130亿光年的区域，光已经变得极度微弱，而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宇宙最初的青春期。在这里，恒星以难以想象的质量诞生，数十倍、上百倍太阳质量的蓝色巨星层出不穷。它们寿命短暂，只有几百万年，但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场足以照亮宇宙的爆炸。这些大质量恒星在其内部融合出更重的元素，碳、氧、硅、铁，最终在超新星爆炸中将它们抛向太空。这些元素会成为下一代恒星与行星的原料，它们构成了海洋、山脉、空气，也构成了我们身体的骨骼、血液和思考的器官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都是恒星的孩子。而当我们再继续前进，抵达光无法抵达的区域前沿，那是距离接近138亿光年的地方，我们遇到了宇宙历史的绝对边缘。这里没有星系，没有恒星，也没有星云，光本身无法从这里继续传来。这是宇宙可观测的终点，而在终点之外，是我们无法抵达的黑暗。但宇宙并非止步于此，它只是超出了我们目前物理学能理解的边界。空间可能仍在延伸，时间可能仍在展开，新的星系、新的恒星，甚至新的宇宙，可能正在我们视野之外静默地诞生。回到此刻，我们仍停泊在距离地球6亿光年的地方。若从这里向四方望去，可观测宇宙直径延伸至930亿光年。我们看到的星光是一部横跨亿万年的史诗。我们看到的结构是暗物质绘制的大图。我们感受到的膨胀是暗能量在遥远处推动的风。宇宙不仅是存在，也是时间、能量、结构和故事的不断自我延伸。制作这样一段深空旅程，需要查阅无数资料、解析影像，
比对数据，也需要静下心来凝望那跨越亿万年的光。但只要你愿意与我同行，这一切努力都显得柔软而值得。这里是夜话 FM1989，愿下一次我们能飞得更远，飞得更深。我们下次旅程再见。